第23回内容讲述了邱长春的修道过程与心路历程。他因为误信命运，认为自己该饿死而自锁于树上，并希望永无生理。然而他遇到了一位采药人，后者指出他因执着于生死而迷失，并告诉他命运并非完全注定，心境的修炼才是关键。邱长春在听取这番话后，开始反思自己的想法，意识到这样的想法不应该是大丈夫的所为，进而想要解开锁链，寻求改变的机会。这段故事探讨了命运、自我救赎和心灵修行的主题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富贵由来水上鸥，何须骑鹤上扬州。莲池有个收心法，镜里暗吟七笔勾。话说邱长春见水打来一枚仙桃，以为命该饿死，恐这群桃不能得食，今且试之，看是如何。想罢，伸手将仙桃拿来啖之，香美非常，吃毕精神大振，饥渴顿解，溪水一消，一轮红日高照，晒得浑身汗流，睡不安稳，翻起身来自思，命不该死于水边，必要绝于高山。正是一念琢磨，终身执迷。所以修道之人总要把生死二字看待空，不可一定贪生，不可一定求死。生也由他，死也由他，不可执于有，不可逆于无。如此则魔不能人身，心自得宁静也。又说邱长春来到秦岭，见一座小庙在山梁上，是个荒僻去处，人迹罕到之所，即进庙去，将蒲团铺下，仰卧上面，又饿了8、9天，水都未喝。一日看看命在须臾，忽听外面有人谈话，长春略睁恶眼视之，见有10余人坐在庙前，又见一人走进庙来，将他看了一眼，问他从何而来。长春心不耐烦，哪肯答应他缘起，眼睛只有一线之气。这人见他要死不活的样儿，也不再问，各自出外来，和那些人去寻柴找木，用3块石头架着罗锅，在背篓内取出一大块肉来，丢在锅内煮熟，便来献神。献毕，将肉切碎煮炒入味，倾在一个瓦盆内，又盛了一锅水来下面。背篓内又提出一瓶酒，斟在碗内，你哥我弟大吃大喝起来。你道这一伙是什么人？原来是秦岭山上拦路打抢的强盗，其中出色的几位好汉，一叫赵弼，一叫李雄，一叫张健，一叫王能，一叫朱九，因做了一桩好买卖，一来献神，二来分赃，办得有90之类，在此聚饮。当下团团围坐，吃喝起来。酒至半酣，王能对赵弼曰：赵大哥，咱们弟兄做了一辈子坏事，今我们也做做好事好吗？赵弼曰：有什么好事可做？对鸽子说来，无不周全。王能曰：庙里头困倒那个老师傅，并不是害病，我看他那样儿是受了饿，我们何不煮些面汤与他吃，救他一命？赵大哥曰：好好好。第23回，华强梁改邪归正，谭志礼因死得生。兄弟们，快去办来。那些人听见大哥吩咐，七手八脚的，不多一会儿将面汤煮好，供入庙来，叫长春吃。长春不肯吃，被他们扶起来，抱住脑壳，一连灌了2碗。霎时肚里饱暖，还阳转来，口中埋怨道：看看我的大事已妥，又遇你们这些人，弄着无名之食与我吃了，使我又要多受一番磨难。真乃求生计不可得，而求死亦费许多功夫。长春正言之际，恼了朱九的性情，腰中拔出钢刀，怒冲冲用刀指着长春骂曰：你这野道，好不小事！咱们弟兄将你救活，你反说我们是无名之食。你今既要求死，咱能以你一个快信。说罢举刀欲砍，邱长春全不害怕，把肚腹拍了一拍，说：你要杀，不须杀别处，可将我肚皮割破，待我理出肠子来，还你无名之食，死也心甘。说毕，朱九忍不住笑说道：你这老师傅真没来头，哪有吃了的东西还得了缘？
我不杀你，请问你为何求死？可说我们大家一起听。邱长春遂将麻衣向示，说他该饿死，有无更改，故此愿学伯夷、叔齐2位大贤，做个知命顺天。长春说毕，赵大哥笑考：老师傅不须如此，既怕饿死，咱们弟兄每人帮凑你2把银子，可得10余两之谱。你去寻一个庙子住下，招一个徒弟，大家勤苦些，多积些粮米，焉得受饿？赵弼话未说完，张健、李雄各在身边取出几件散碎银来，约有3、4两之数，其余俱要取银。邱长春摇头摆手说不要，生平不忘取人财，有一个牌儿为证。说罢，即于身边取出牌，拿来与众人看，见上面有望接人财筋骨断，望吃人食口生疮之句。王能在旁笑曰：咱们弟兄心甘情愿帮凑你几两银子，又非你同我们索取，何以为望？邱长春曰：凡无功而得人财者，是谓无因。无因者无故也。无故而取人钱财，吃人饮食，岂不为妄乎？朱九曰：依得王法打死人，依得佛法活不成。咱们帮你几两银子，你都不敢要，怕带过带错。像我们专以打抢营生，又不知罪恶有多大。邱长春曰：列位与我不同，我是前生好为施济于人，故今生受不得人家供奉。列位是前生放的有债阵，那些人骗了你们的钱财，故而今生相见拦路讨取，加倍相还。若是不少欠你们的，你们便遇他不着，纵然遇着，也轻轻放他去了。邱长春这些话说得他们一时3人毛发悚然。李雄闻言说道：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依这道长说来，难道人人都少欠我们的？我们未必就不少欠别人的。倘若少欠别人的，再一世别人也要拦路索讨，只恐我们还不清白。赵弼曰：咱们身边俱有点银两，可以做个小生意，度活10日，趁此机会改邪归正，你们意下如何？朱九曰：大哥之言有理，我们就此收心吧。说罢，将刀抛入乱草之中。赵弼又对长春曰：老师傅好好修行，咱们弟兄少不得后来都要拜你为师，习学妙道也。说罢，一起走了。又说邱长春着了这一心要饿死的魔，虽遇赵弼等将他救活，毕竟魔根犹在，仍要求死。吓得出去，花了1个多月的元，凑得有200-200钱，买了一条铁链，一把铁锁，带在身旁，寻了一个去处，岂得庙宇又不通路径，周围都是树林。这树林在深山之内，人所不到之处，古木参天，荆棘遍地。他把链子拴在大树上，挽个套儿，然后拉来拴在颈上，用锁锁了，将钥匙望空抛去，不知失落何处。倒卧树下，自谓这回再无生离也。谁知他这一做，早惊动上界太白星君，变了一个采药的人，走到跟前问曰：老师傅身犯何罪？是谁人将你锁在树上？连问几遍，邱长春方才开言说：你去干你的事，不要管我。采药人口：天下的事要天下的人办理，怎说不要管你？我也是个懂道理人，把你心思对我讲来，我与你详解，或者可以分忧解愁，也未可料也。长春见他言语在理，即将赛麻衣向他该饿死之言从头诉说一遍，又将自己求死屡次欲救之事也告诉一番，因此来到此处，自锁在树上，是以永无生理，免得人救，并无什么忧愁，何用分解？采药人哈哈大笑曰：愚哉愚哉，执迷之甚心！我怕你有什么忧天愁地之事，却缘一念入魔，自误终身。吾令与汝言之，使汝魔当自消。相定终身，只定得寻常之人；若大善之人，相也定不准；大恶之人，相也定不准。相分内外，有心相，有面相。外相不及内相，命好不如心好。人善之人，相随心变，心好相亦好。该死者反得长寿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
大恶之人向意随心改变，心歹向意歹。该善终者反恶死，转福为祸，喜变成忧。故象之秘诀，有言福寿绵长，必是忠厚传家。岁命短促，定然轻薄为人。该贫贱而转富贵者，因他心存济世；该富贵而反贫贱者，尤其意在利己。该饿死而反吃用不尽者，因他爱惜米粮；该吃用有余而反受饥饿者，因他抛洒五谷。中思衍庆，其人必有好生之德；伐嗣无后，居心定无仁慈之风。此馨香之大烈也，面相何能为哉？况你们修道之人，能斡旋造化，扭转乾坤，把一个凡体都要修成神仙，未必神仙是向上注定的吗？总是由心里做功夫悟出来的。只要你能修成神仙地位，哪一个神仙饿得死？若你这样所为，生不免为恶殍，死不免为恶鬼。生既无用，死又何益哉？这一席话说的邱长春如梦初醒，似暗忽明，才知一向欲死之见，如妇人女子一般，非大丈夫之所为心，足堪惹人耻笑。急欲脱锁，若无钥匙，未时究能脱得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千般通理千般妙，一处不到一处迷。